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2025年是加密市场的狂欢之年，比特币呢突破了12万美元，Solana 在高性能和资金推动下强势上涨，迷因币和 Layer 2项目持续的爆发。但你有没有发现，在这场的热潮当中，以太坊却格外的沉默。ETH、BTC 比一度跌破了 0.02， 创下多年新低，每天销毁的 ETH 数量降到了不足50枚，市场开始发出质疑，这一轮牛市当中，以太坊还能不能跟得上？然而，就在这个质疑最强的时候 ，ETH 突然起飞了，从5月7日的1800美元涨到了现在的3800美元，短短的3个月翻了1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轮上涨背后真正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系统的拆解一下以太坊反弹背后的3大核心因素。在进入分析之前呢，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在5月的时候 ETH 大约是1800美元，到了8月已经涨到了3800美元，虽然还没有突破2021年的历史高点接近4900美元，但涨幅依然不小。再来看看 ETH 和其他资产的一个对比，相比 BTC、ETH 从2022年起下跌了近 80%， 但自5月以来反弹大约 75%。 整体来看呢， ETH 正在逐步的修复跌幅，但还处在一个结构性恢复的阶段。所以问题是什么驱动了这波的反弹？第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底层技术的升级。2025年5月，以太坊完成了名为 Pactra 的硬分叉升级，引入了多个关键技术的改进。我们来看看其中最重要的3项的技术升级。第一项是 APE7251 验证者质押上限的提高。做一个简单的普及， APE 的意思是 Ethereum Improvement Proposal， 以太坊改进提案，是社区提出的技术改进和新功能的标准格式。类似的，比特币也有 BIP、Bitcoin Improvement Proposal， 它们都是推动区块链技术进步的一种社区的提案机制。回到这个 APE7251， 过去呢，每个以太坊的验证节点最多只能质押32枚的 ETH， 你想质押更多，机构就得运行多个节点，效率非常低。现在呢，质押上限被提升到了2048枚的 ETH， 是原来的64倍。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以前停车场只能停放小车，现在允许大巴开进来，空间还有利用效率大幅的提升。好处很明显，节点数量减少了，网络通信压力更小，机构的运维成本也下降了。但问题是，节点集中化风险也随之上升。其实这种集中的趋势早就开始了。按规则，参与以太坊验证需要质押32枚 ETH， 这个门槛对于散户来说并不低，所以很多人会选择把 ETH 存进质押池，或者委托给交易所来质押，结果就形成了少数的大型的服务商主导的格局。最大的去中心化质押池 Lido 曾经占据了全网超过 32% 的市场份额，最近呢降到大约 25%， 但依然遥遥领先。其次是 BN 大约 8.3%， Coinbase 大约 6.9%。 社区一直在担心，如果任何一家机构的验证权重超过1/3，它就可能影响社区区块的共识，甚至威胁整个网络的安全。第二项升级是 APE7691 Blob 容量扩展，主要影响是 Layer 2的项目。我们都知道 Layer 2就像是以太坊的高速公路，会把一大批的交易打包成一个数据包，然后一次性的上传到以太坊主链进行结算。这些数据包呢就叫做 Blob。以前每个区块只能装6个 Blob， 大约 0.75 兆，现在呢能装10个，大约是 1.25 兆。这个就像火车车厢从6节增加到了10节，一次运更多的人，车票也更便宜。好处很直接， Layer 2手续费直接就下降。比如说 Arbitrum 从过去的 0.008 降到了 0.005， 每日交易的处理量从4500万笔提升到了7000万笔，风险也随之而来了。
区块传播速度变慢，因为它的区块增大了，节点短期的存储压力增加，一些家庭用户的节点就可能撑不住了。这会带来一个潜在的问题：资源有限的个人节点运营者可能因为成本和复杂度而放弃网络，逐渐向云服务器 AWS、Azure 和一些大型的质押池集中，而这就恰恰违背了在家运行节点的初衷。长远来看，这可能形成富者愈富的一个循环。机构呢有规模优势，更容易消化扩容成本，进一步垄断节点的运营，控制协议发展方向，甚至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所以说 APE7691 并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它更像是在钢丝上行走的一步，风险与机遇并存。第三项是 APE7702 多代币的 Gas 支付，这是一项旨在大幅的提升以太坊用户体验的关键体验，对用户来说非常友好。它允许用户临时将钱包切换为智能钱包，用任意的 ERC20 的代币支付交易费，而不是像过去你必须得使用 ETH。 就像高速的收费站从只收 ETH 卡转变成了支持各种代币卡。好处呢，新的用户不需要再提前准备 ETH 了，这种交互的门槛变得更低了。像 PEP 这样的迷因币也可以用来支付。目前呢，它单周的支付量就已经超过了1200万美元。风险当然也有风险，套利机器人可能用垃圾代币，行贿打包顺序，稳定币支付比例上升，可能削弱 ETH 的价值支撑。总结一下，这三项技术升级都是在效率与风险之间寻找平衡，更高的性能，更低的成本，更好的体验，但也引入了新的中心化与安全的风险。短期来看，确实提振了市场信息，长期能否持续，这个还需要我们保持警惕。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一轮的升级显著降低了大机构参与以太坊生态的技术门槛，也为下一步的资金进场扫清了很多的障碍。也正是这些技术的变化，可能在无形当中加快了机构者的进场的节奏，成为了 ETH 本轮上涨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根据路透社在2025年8月5日发布的数据，各大企业在财报中共计持有96万多枚的 ETH， 总市值大约35亿美元，相比2024年底增长超过了700%。目前的年化质押收益率在3%到4%之间。在机构的眼中， ETH 正逐渐成为一种可以生息的数字蓝筹资产。那么为什么企业选择这个 ETH 而不是 BTC 呢？像 MicroStrategy 那样，原因有两个。第一呢， ETH 具备使用的价值，可以参与质押获取收益，同时支持整个 DeFi 的生态。第二，它更像是数字的石油，而不是像 BTC 那样的数字黄金。几位机构代表的说法也值得关注，比如说这个 BTBT CEO Sam 表示 ETH 够大够稳，而且还在成长的早期，是最合适的配置标的。风险投资人 Anthony 则说 ETH 是整个 DeFi 系统的能源，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储值的工具。但要注意，不是所有的上涨都有基本面的支撑，像这个Bitmain、GameSquare 等公司购入 ETH 以后，股价暴涨，最高呢超过了3600%多。但许多分析师认为，这更多呢是情绪的驱动，属于迷因的效应。AGA 的 Bell 分析师表明，市场在投机情绪下反应有点过度。另外，合规挑战呢也还没有解决，即使 SEC 正在逐步的放松监管，企业仍面临现实的一个挑战，比如说奖励怎么计税，锁仓资产如何入账，是否涉及托管的义务。正如这个 Running Point Capital 的 Michael 所说，每一笔的质押奖励都可能是一条法律的灰线。最后一个关键的推动力是以太坊基金会的角色的变化。过去以太坊基金会更像是在幕后的无为而治，而且它还有抛售 ETH 的嫌疑。现在呢，它开始主动的协调技术方向，并思考一个核心的问题：以太坊如何继续捕获自身创造的价值。
不能让所有的 Layer 2都把这个价值都给拿走了。2025年7月，基金会启动了一个全新的改革项目，名字叫做生态系统发展的未来。这次改革的目标非常明确，一呢是让更多人能够直接或间接的使用以太坊，并从它的底层价值观中受益。第二呢是提升以太坊在技术和社会层面的长期韧性。为实现这个目标呢，基金会做了结构的重组，以加速、放大、支持、长期疏通这4个核心的方向为基础，重新设立了多个模块。同时呢，基金会也开始加强内容建设和叙事体系，希望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外界普遍认为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基金会对无为而治批评的一个直接回应，也是他为下一个10年所做的战略准备。总的来看， ETH 的这一轮上涨并不是偶然，背后呢有技术升级、机构入场和基金会的改革3股力量共同的作用。所以说，以太坊正在从一个技术的平台演化为一个更加成熟的网络生态系统，但中心化、合规和价值捕获的挑战同步的也在升级。ETH 下一步到底会上涨和下跌，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如果你有什么见解，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的看法。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好的，我们下期再见，谢谢。